cosplay 居然起源于中国，这是真的吗？最近奥运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大火，玩偶扮演也吸引了很多网友的目光。那么 cosplay 到底起源于哪里呢？据说中国最早的 cosplay 爱好者是慈禧，这是真的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科普故事。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。咸丰皇帝的妃子，同治皇帝的生母，被称为清朝无冕女皇的慈禧太后。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48年，固执守旧是很多人对她的评价。事实上，政治强硬的慈禧太后私底下是一个资深的 cosplay 玩家。慈禧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爱美，经常喊油画师给自己画油画。到晚年之后，慈禧开始沉溺摄影。慈禧初次接触摄影，还要从清朝外交官玉庚之女玉德龄说起。根据德龄公主清宫2年记中的记载，玉德龄曾随父亲出使日本和法国。一次无意中，慈禧看到了玉德龄的照片，觉得照片比油画好很多。从此，慈禧就变成了拍照爱好者，闲暇时要拍照，去上朝要拍照，外交也要拍照。一次坐船游玩时，慈禧看到满池荷花竞相争艳，于是兴致大发，将自己扮作观音，让侍奉她的人扮成了韦陀和仙女。据清宫2年记中记载，慈禧会在烦心的时候扮演观世音菩萨，这能让她静下心来，提醒她凡事多点慈悲心肠。同时，慈禧还认为她自己就是观音的化身。特别是晚清时期战火连连，西方已经打开了晚清外交的大门，深受封建毒害的老百姓相信观音菩萨是真实存在的，观音菩萨能拯救他们于苦难之中。所以慈禧扮成观音的形象，也是为了向老百姓展示她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，以此来愚弄百姓，加强皇权的控制。在此之前，从未有人玩过角色扮演，慈禧是头一份，所以相当于 cosplay 的鼻祖。那么 cosplay 真的是起源于中国吗？你知道角色扮演起源于哪里吗？慈禧太后并不是古代唯一玩 cosplay 的人，雍正皇帝在 cos 界也占有一席之地。清朝12个皇帝中，雍正皇帝绝对是画风最清奇的。他是个不愿动弹的主，别的君主不是南苑围猎，就是出巡采花，雍正就像个宅男一样，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圆明园玩 cosplay。在清代风行者所创作的《雍正行乐园》中，雍正皇帝 cos 过各种身份。有一次，雍正皇帝穿着古代诗人的服饰，头戴乌纱帽，看起来像是在 cosplay 诗圣杜甫。还有一次，雍正皇帝穿着开胸长巾，手里还拿着拂尘，看起来像是在 cosplay 圣人老子。雍正皇帝不止 cosplay 中国古代名人，还 cos 过西方圣人呢。事实上，在早期的历史中， cosplay 常常被用于演绎神话故事。民间的一些庙会上就能看到人们扮演神明的形象。除了我国古代以外，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希腊祭祀中也出现过角色扮演。真要说的话，角色扮演是在世界中诞生的，但从广义的角度来讲，角色扮演起源于西半球的美国。因为动画片最早发源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，但盛行于美国。1922年，沃尔特·迪士尼创造了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。他是在画画的时候看到一只小老鼠瑟瑟缩缩地爬到桌上偷面包屑，于是他开始观察并喂食这只小老鼠。到1928年，沃尔特·迪士尼要制作一部新的动画片，于是他以小老鼠的形象制作了米老鼠。米老鼠的出现，沃尔特·迪士尼建立了迪士尼公园。从这时开始，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动画人物的玩偶装扮， cosplay 文化也由此诞生。不过这只是美式玩偶服装的 cosplay， 玩偶服装确实算上是角色扮演的一种起源，但真正意义上的 cosplay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cosplay 是怎么发展起来呢？你喜欢 cosplay 吗？ cosplay 是英文 costume play 的简写，意思是利用服装、饰具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漫作品和游戏中的角色。cosplay 是起源于美国玩偶装扮，然后在日本日漫文化中慢慢发展起来的。日式 cosplay 才是我们熟知的 cosplay。随着玩偶装扮的 cosplay 文化流入日本，1974年，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的漫画《新宝岛》诞生。人们纷纷开始模仿和扮演漫画中的角色，但这个阶段 cosplay 还不够全面，就像我们小时候模仿古装片中的武侠一样，披上披风。真正意义上的 cosplay 是在漫画同人中诞生的。
漫画爱好者开始互相交流，并且举办活动的时候，开始模仿和扮演，并且是力求还原的一个转态。我们现在熟知的 cosplay 就是这样诞生的。那么这种日式的 cosplay 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呢？据说中国香港最早出现 cosplay。香港在1993年就有了 cosplay， 一个名叫400尺的同人组织穿上《银河英雄传说》中同盟军制服出现在会场，这群人就是香港最初的 cosplay。相比之下，大陆出现 cosplay 就比较晚了，直到1998年国内开办漫展，才有了零星自发的个人 cosplay 秀。一开始中国的 cosplay 也是日式 cosplay， 但近些年中国传统服装的 cosplay 队伍发展的越来越壮大，比如我国的汉服、唐装等等。在很多人眼里 cosplay 是不务正业，从前的 cosplay 可能代表的只是爱好和娱乐，但是在今天 cosplay 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这份力量是我们不能小视的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